身形闪掠而退。方太望着那与灵宝轩近在咫尺的能量球，嘴巴微微一动，给我爆！顿时一股强光自能量球中暴涌而出，一道巨大的声音猛然响彻天空，炽热的火焰从那个爆炸点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方太袖袍一挥，将扩散至面前的一股可怕涟漪波动给击散，微眯着眸子望着那股能量扩散而出。他心中清楚，就算是刚刚那股能量球的攻击，并不可能击伤拥有诸多灵宝的灵宝轩队长。在方太凝望间，一道血色光柱突然自能量扩散处爆射而出，光柱中灵宝轩的身影顺之缓缓飘上。此刻后者那一张脸庞依然狰狞无比，右手高高举着粗壮而锋利的血矛，而弥漫在周身的血色神力也正犹如受到某种吸引力一般，源源不断的灌注进入那道血矛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神力灌注之后，只见的那血矛颜色越加暗沉起来，片刻之间几乎犹如凝固的鲜血般，并且在血矛尖处，血色的光弧散发着阴冷光泽，锋利的矛尖如同具备着穿透一切防御的力量。这时方太的脸色在那血矛凝聚中逐渐的变得凝重起来，他能清晰的感觉到对方这一次的攻击，他是真正的达到了亲力而为的地步。虽然对方只是一名寻常四重天位神的神之强者，但是灵宝轩乃是出了名拥有灵宝最多的超神势力，说不得有一些强大的灵宝加持，能够比肩四重天位神巅峰的自己。之前就听过灵宝轩的这位队长曾经加持去的灵宝击败了四重天位神巅峰的神指强者，如此的话，对方的这一道攻势想必就是能够击败一名四重天位神巅峰的强大攻势，一名拥有可以击败四重天位神者巅峰的全力一击，足以震碎一座神之大陆。因此方太也不敢有丝毫的小觑对方，手中黑色盾牌缓缓抬起。其实方太手里的这黑色盾牌是一道神器，拥有非常强大的防御之力，就算遇到更强大的力量，也能将其抵消一大半。很快，一股雄浑的神力从体内暴涌而出，最后仿佛源源不断地灌注黑色盾牌之中。天空上相隔不到100米的两道身影，却是在此刻陷入了异样的安静氛围。但所有强者都知道，在这异常的安静下，酝酿着一场极为恐怖的对撞风暴，而且这场风暴的爆发时间就是在下个瞬间。玄宝轩队长的手中血矛终于是停止了继续吸纳神力，到得此时，血矛微微扭动，竟然便是能够带起一阵空间的波动，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已经到达了一个恐怖的极限。就连四重天位神巅峰的方太，眼神都是格外的凝重起来，就连他都感到了一丝危险之气，尖锐的手掌牢牢地握着不断跳动的血矛。灵宝轩狰狞的脸色都是在此刻浮上了一抹苍白，充满猩红的目光死死盯着远处的方太，一阵怪笑在天空上响了起来。武神阁的第2天骄，一切都该结束了。随着怪笑声落下，玄宝轩队长不再给方太凝聚斗神力的时间，手臂猛然一抖，顿时那蕴含着其全力的血矛脱手而出。大神技血流千尺，血矛在离手的刹那间，下方无数神指强者突然间感觉到一股极其浓郁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原本清朗的天空也是在此刻被朦胧的血气所笼罩，整个天地皆是变得荒凉而阴森。突然间的天地变色，也是再度令得天空上其他战场处的战斗稍稍停滞了下来，一道道目光带着惊诧之色投向那面的战斗所在空间。特别是当他们瞧到那从玄宝轩队长手中脱手而出的血色长矛后，顿时不少神指强者都是发出一阵惊呼声，竟然是大神技的血流千尺，那位武神阁的第2天骄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战斗力，直接被逼到施展这等可怕的大神技，队长都施展出这等底牌杀招，看来对方的下场不太好了呀。死在队长手中的四重天位神巅峰强者也不少。当惊呼声在天空上传播之时，一抹血色闪电几乎在刹那间便是突破了空间的障碍，犹如瞬移般，仅仅几个眨眼间，便是夹杂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出现在了方太的视线中。方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放开了手中的黑色盾牌，让其悬浮在自身面前的虚空。此时其上散发出极其惊人的波动，原本黑色却是变得深黑色，宛如一道黑洞一般。血色闪电所带来的恐怖力量令得方太浑身毛孔都是在此刻紧缩了起来。随后一声厉喝陡然爆发，旋即双手结印，同样也施展触怒了自己最强的底牌。恐怖的神力凝聚出一道能够劈开天地的巨斧，散发出可以斩尽一切生灵的气息。巨斧轰然怒劈而下，那股姿态就犹如要将整片天地劈裂一般。天地一斩！在冷厉喝声落下刹那，一道足足几十丈庞大的能量劈链瞬间自那巨斧中国爆射而出，沿途过处空间不断震裂扭曲，宛如被打碎的玻璃。在无数道蕴含着各种情绪的目光中，那巨斧能量劈链仅仅是在一个瞬间，便是与那道令得天地变色的血色长矛如陨石般轰然对撞。这一刻，真正的惊天大爆炸轰然诞生，山崩地裂般的雷鸣炸声在遥遥天空之上轰然响彻。那一刹，无数强者在这巨声之下陷入了短暂的双耳失聪中。清朗天空，一道宛如龙卷风暴般的能量涟漪自巨斧能量劈链与血色能量接触处暴涌而出，旋即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漫天席卷。在那能量交接处，空间扭曲不堪，深深的皱痕清晰可见，
在方太与林宝轩队长这次的全力对轰下，甚至连空间都是差点直接给被崩碎而去。四重天位神的极限对碰，竟然是如此恐怖如斯。被巨斧能量与血色能量所充斥的能量风暴下，足有几十丈庞大，宛如横立天地的庞然巨人般。风暴疯狂旋转间释放出的破坏力，即使是天空上的无数神指强者，皆是黯然失色。周边无数座山峰山脉在此刻被彻底的摧毁，所有的大地皆是在那风暴席卷间被摧毁成一片废墟。那股恐怖的破坏力，令得远处躲避战乱的学员们简直目瞪口呆。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片天地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后，那席卷的风暴也是逐渐的削弱下来，直至最后的完全消散。与这天地间风暴的散去，略微阴沉的天空再度恢复清朗，唯一的就是遗留下了一片狼藉的惨状。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望着风暴散去后的那处虚空，嘴角皆是忍不住的抽搐了几下，因为那里竟然还有空间的裂缝，没有完全的愈合起来。要知道，第一等级世界的空间是非常的坚固的，在刚刚那极限的力量碰撞爆炸下，使得这里的空间都是承受不住。当然，虽然还没能完全的愈合，过个片刻时间后，还是会彻底的恢复过来。此时，诸多的神指强者们却是满脸惊诧的望着天空遥远处的两道身影，他们都未曾料到，这一次这位无神阁的第二天骄，在接下林宝轩队长的全力一击后，竟然只是身受伤势，并没有陨落。同时，林宝轩的队长竟然也出现了一道鲜血直流的伤口，这也是令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因为自己的这一招大神技已经击败了一些四重天位神巅峰的神之强者，今日竟然没能将眼前的这位武神阁第二天骄击败。这武神阁的底蕴果然不是其他超神势力可以相比的，不然不可能将林宝轩队长那一道最强杀招都能够对抗而下。想起先前那道犹如要斩破虚空般雄浑气势的神力巨斧，众强者的心中也是略感恍然。此时此刻，他们也是对武神阁的第二天骄方太多了几分重视。原本以为这武神阁的方太只是四重天位神巅峰而已，凭借自己之前击败四重天位神巅峰的对手的自信，面对方太的战斗，真以为可以做到将其击败。结果如今却是打了自己的脸。双方的大神技之力也是威震八方，如今施展了彼此都最强的底牌后，其体内的神力也是消耗了不少。再这样激战下去，只有两败俱伤。虚空上，林宝轩狰狞的脸色此刻已经浮上了一抹淡淡的苍白。施展了如此强横的大神技，但却依然未取得多少成果。望着对面那脸色也是带着一丝惨白的方太，忍不住有种呕血的感觉。你的确与其他对手有些难缠，再纠缠下去，怕也是没有多大的成效。今日算你们走运。林宝轩队长也是无奈的捂住伤口，准备离开此地进行疗伤，不然的话，到时候遇到一些其他超神势力围剿他们林宝轩，那后果可就不一样了。我们走。丢下这句话之后，林宝轩队长便是带着自己势力之人快速的离开此处。刚刚的争夺战，他们怕是输了。此时，吴雪便是怒喊道：“想走？我们要走，你们难道还要留住我们不成？”冷笑声在天空大喝而起，下一秒，他们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天边。难道就这样让他们走了？吴雪有些不解地问道。毕竟对方的队长已经受伤，如果他们再次乘胜追击的话，或许能够将林宝轩给全军覆灭。方太捂住伤口，轻咳了一声，接着道：“对方虽然那也被我的那一招击中，但是如果真正要鱼死网破的话，到时候我们也会有着一丝损失。既然他们要撤走，就由他们去。”闻言，众多武神阁之人也纷纷点头认可方太的想法。毕竟狗急了都跳墙，更何况是这些拥有无数灵宝的这群对手呢？毕竟能够将方太都能够击出伤势的林宝轩队长，足以证明的对方的强大。方太队长，这枚仙品高阶丹药能够助于你快速恢复神力和伤势。萧炎也缓缓地走到方太跟前，从那戒中拿出一枚散发出浓郁丹香的一颗丹药。如此精致又浓郁的丹香，怕是至少都是先知九品阶级的丹药，你怎么会有？难道你就是一名炼药师不成？方太极其的震惊，没想到这一位来自下等级世界之人，竟然能够炼制出如此一枚仙品丹药，还真是罕见。一旁的吴雪也是透过丹香的气味，推测出了萧炎此时的炼药术至少达到了九品药仙的等级。萧炎弟弟，没想到你的炼药术果真不虚，日后我将此事告诉那几个老怪的话，怕是又会抢着收徒弟了。老怪？萧炎有些好奇，这吴雪口中的老怪究竟是什么人？那几个老怪就是我师父啊，他们也教我炼药术，而且他们的炼药术在第一等级世界中，敢说第二，就没有人说第一。吴雪说起这几个老怪的时候，一身自豪无比。第一等级世界中的顶尖炼药师，那不是直接超越药仙之上，达到了药神的等级吗？看到吴雪的那几位师傅，怕是达到传说中药神等级了。看到萧炎如此的吃惊，吴雪微微一笑，然后大方的道：“萧炎弟弟，看你有着不同寻常的炼药天赋，日后我可以将你带回，让我那几个师傅见识见识来自千元界的变态炼药天赋。”萧炎也是一笑的回应道：“能够见识药神级别的炼药师，我实属荣幸。”接下来，他们也是交谈了片刻后，带着方太将丹药消化后，其面色也稍微有所好转起来。大约半日的时间过去，方太的伤势也是恢复的七七八八，便是不浪费时间，带着武神阁的第二队伍一众强者
再度朝着无量神渊的深处进发。与此同时，在无量神渊的某一处区域，一群浪费的数百道身影穿过茂密的树林，最后来到了一处空旷的草地上，停下来休息。该死！这一次算我神阁那些人走运，待得我恢复伤势，我必定要让他们付出100倍的代价，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说话的正是半日前从武神阁方太队伍中狼狈逃脱出来的林宝轩一众人。队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此时，一名小弟也是开口问道：“待我先坐地休息疗养几日，我们再动身。”说着，林宝轩队长便是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弹腿而下。对方刚欲运转神力开始自我修复时，在他们的上空处响起了一道淡淡的雷鸣声。很快，数百道的黑色衣袍身形犹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林宝轩一众之人的面前。林宝轩队长自然是感受到了对方的来者不善，但看到对方的穿着服饰后，便是猜中了对方来自哪方势力之人。神势力之首的是魂宗，哈哈哈！林宝轩的队长还真是好眼力啊，这么快就猜出了我们的身份。一边拍手，一边缓缓朝着他们走来的那位噬魂宗宗主传出一道阴森笑容：“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在此处休息吗？”林宝轩对长强人体内传来伤势的疼痛，也是装作一副没有任何事情的样子。那不好意思了，我们只是路过这里，没想到就遇到了你们林宝轩的超神势力之一。噬魂宗宗主阴阳怪气地说道：“知道我们是超神势力，还不快点滚！真的要让我将你们击杀吗？”一道杀意扑鼻的林宝轩队长厉喝道：“他现在只想快一点将这些热赶走，因为自己的伤势还不疗养的话，真的会撑不住。刚刚那方太的天地一斩，竟是如此威能。可是我们想加入你们林宝轩，可以吗？”噬魂宗宗主淡淡的出声，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我们不需要神势力的加入，我们林宝轩看不上你们。听到对方这话，林宝轩队长也是一口拒绝了对方。虽然对方是神势力之首，可是比起他们超神势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哦，既然看不上我们的话，那我就灭了你们吧。话音一落，一股可怕的气息直接对着林宝轩的一众强者笼罩而来。特别是林宝轩队长此刻感受到的气息，竟然是直接让的他都感到有一股死亡的气息。是魂宗是吗？既然你们想死，就由不得我了。林宝轩队长也是爆发出惊人的气势，周身的神力也是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一道4重天位神的气息加上灵宝的加持，其战斗力也是达到了4重天位神巅峰。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吗？还以为超神势力的第一天骄何等强大呢，竟然连5重天位神都突破，就在本宗主面前叫嚣。下一刻，噬魂宗宗主的身影便是如炮弹般的弹射而出，那速度直接在一眨眼间就出现在了林宝轩队长的跟前。对方陡然间所展示出来的速度，即使是有着灵宝加持的林宝轩队长，其脸色也是巨变下来。不过他反应倒是也不慢，在噬魂宗宗主刚刚出现的那一刹，锋利的指甲便是如刀片般对着噬魂宗宗主的脖子切割而去。面对着林宝轩队长这锋利的强大攻击，噬魂宗宗主却是不退反进，脚下银芒一闪，身形便是鬼一般的闪进林宝轩队长的怀中，五指猛然紧握，旋即强大的一拳狠狠轰出，拳头重重的轰在对方的胸膛处，一圈血魔涌现而出，将其上所蕴含的劲力泄了大半。不过绕是如此，残留的劲力依然是将林宝轩队长震得狼狈的倒飞了出去。这是魂宗宗主的出手，竟是让的林宝轩队长无法招架。然而是魂宗宗主没有瞬息的停止，身形再度闪电般的七进，手臂抖动，拳风呼啸，凌厉无比。而且噬魂宗宗主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是能够让他们的神魂都感到心悸。在噬魂宗宗主这等近乎狂风骤雨般的近身攻击下，林宝轩队长也是彻底的陷入了下风，不断狼狈的躲避，偶尔间还会因为一时失措被噬魂宗宗主重重轰上一拳，而使得脸庞上苍白更甚。哈哈，早知道你身上有伤势了，还给我装神弄鬼，给我死吧！你的神魂就交给魂吸收吧。一道阴森低沉的声音传入林宝轩队长耳中时，后者体内的神魂再次有着很明显的颤动。是噬魂宗宗主的声音落下，一直没有动作的一道黑袍身影便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林宝轩的身后。噬魂诀3字从这道黑袍身影的帽子底下传出，一股可怕的黑色雾气竟是从黑袍身影的最终散发出来，然后将林宝轩队长的整个身躯全部包裹而下。一道死亡的气息直接从林宝轩队长的心中炸响，因为这一道黑色雾气将其包裹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自己的结局。随着黑色雾气的弥漫，其中有着我一道可以引动他体内神魂的强大力量。不要！林宝轩队长这一下便是彻底的恐惧起来，因为就算是4重天位神，如果神魂都被对方吸收炼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重生的机会了。就在林宝轩队长的恐惧之下，那道黑影身影瞬间化为一团黑色雾气，钻入了对方的体内。林宝轩队长也从刚刚的恐惧中彻底的失去了生机，不管是神魂还是神体，皆是在那一团黑色雾气进入体内后就彻底的结束了。林宝轩的神魂在体内被这一团黑色雾气侵蚀吞噬，不到片刻时间就将其彻底的吞噬殆尽。随后这些黑色雾气从体内再度弥漫出，最后逐渐的凝聚出一道黑袍身影。虽然看不到对方模样，
但是可以隐隐的察觉出，对方好像非常满意的将舌头伸出，舔了舔自己的嘴角。随着灵宝轩队长的陨落，不远处数百名灵宝轩之人皆是陷入了异常的安静，没有人敢说话，就连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灵宝轩的第一天交队长竟然直接被噬魂宗的强者压制的没有丝毫反手之力，就算他们的队长已经身受重伤，可是也不可能才仅仅不到10招之内就被对方瞬间击杀，就连神魂都被吞噬。对方究竟是何等的实力，他们也不敢去想了，因为队长已经陨落，他们灵宝轩怕是已经在无量神渊中淘汰。你们是归顺噬魂宗还是死？噬魂宗宗主淡淡的声音传出，可是传入他们耳朵中的时候，却是能够让他们的身躯都是一颤。虽然他们的实力也有1重天位神和2重天位神以及3重天位神，但是面对能够10招之内就击杀了他们的队长，战意早就已经没有了。但是突然间，就在灵宝轩众人绝望之际，远处的天边便是有着大部队赶来，看其着装好像是天罡宗的一群人，然后虚空上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随后这数百道身影缓缓落地，先是看了看灵宝轩的一众人，再将目光向噬魂宗一众人投去。我以为是何方势力在打斗呢，原来是噬魂宗你们啊！说话的便是天罡宗宗主，其实力也是达到了4重天位神，比起其余的神势力，他的实力可谓是除了噬魂宗宗主和通天宗宗主外最强一位宗主了。天罡宗宗主，你们是来送死吗？噬魂宗宗主直接不给对方面子，一开口就是金句。噬魂宗宗主还是一样的脾气，传闻你有可能突破5重天位神的存在，我怎么敢与你为敌呢？天罡宗宗主微微一笑道，仿佛并不是来与噬魂宗宗主开战的。那你们是来做什么呢？天罡宗宗主大笑一声，然后说道，我们真的只是路过的，顺便来告诉你，前方的一些超神势力好像发现了什么神秘宝物，正在疯狂争夺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我们对什么宝物没有兴趣，不想死就滚吧。噬魂宗宗主有些不耐烦起来。我听说除了神秘宝物之外，似乎有绝世神器的消息。绝世神器，听到这4个字，就算是噬魂宗宗主都是有些吃惊，毕竟绝世神器乃是超越神器之上的存在，一旦获得绝世神器，那么就能够获得更强大的战斗力。很快，噬魂宗宗主平息下自己的情绪，低沉的出声道，有绝世神器的消息，你为何不过去，反倒是找我们诉说？哎，老兄，说来惭愧，我们天罡宗虽然是神势力前3，但是来争夺绝世神器消息的都是超神势力，我怎么能够与之抢夺？这几率也是少之又少。但是后面我想到，老兄你不是一名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吗？我想你应该可以与他们超神势力一争天下，或许绝世神器的消息就是属于你们了。天罡宗宗主微笑道。噬魂宗宗主刚欲说什么的时候，无量神渊的深处竟是爆发出极其可怕的轰炸声，那股能量不像是，更像是什么强大的东西散发出来的。难道真的是绝世神器？想到这里，噬魂宗宗主也是银牙一咬，对着灵宝轩一众人放下决词道，这一次算你们走运。然后噬魂宗宗主带着身后数百道黑袍身影，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此处。望着已经消失在天边的噬魂宗众人，天罡宗宗主才松了一口气，心神未定的道，终于是走了，刚刚还以为对方要对自己出手了。此时灵宝轩的一众强者纷纷过来，对着天罡宗宗主拱手感谢道，不管出自什么原因，刚刚你们也算救了我们，多谢了。不客气。噬魂宗虽然是神势力之首，可是宗主明明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的领域，竟然不愿意成为超神势力，说明对方有着什么目的和计划。刚刚你们的队长10招之内被击杀，就足以证明是魂宗宗主的厉害，而且他身边还有一位是魂杀手魂，此人的实力和身份更是扑朔迷离。身为神势力前3的天罡宗宗主，也是完全不敢与之正面抗衡，因为一旦抗衡，结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天罡宗被噬魂宗铲除。听得天罡宗宗主的话语，灵宝轩众强者也是纷纷表示认可。刚刚自己的队长就是死在那位教魂的手中。如果你们想要报仇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加入我们天罡宗，这样一来，我们的底蕴也会增强1倍。你们觉得意下如何？天罡宗宗主试探性的问道。对方也是沉默了片刻之后，一名实力达到3重天位神的强者开口道：刚刚也是你们救了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也早已经变成冰冷的尸体。我们愿意加入天罡宗。毕竟灵宝轩的队长没有，在这种群龙之首的情况下，必须要找到一名领导者，而现在的天罡宗就是不错的选择。哈哈，好，其实是魂宗，我们也早就看不顺眼了。这一次进入无量深渊中，就打算将噬魂宗彻底的消灭。见到灵宝轩的一众强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中后，也是将自己的一些打算想法告知了对方。噬魂宗的强大，也是让的天罡宗等神势力感到一股危险。如果再让其发展下去，他们毕竟不会有好果吃，所以前下手为强才是硬道理。
可是对方乃是一名五重天卫神，我们怕是就算联手，也不是那位噬魂宗宗主的对手。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既然已经选择对噬魂宗出手，自然有了打算。我来此之前就已经拉拢了不少神势力加入一起，对抗不断壮大的噬魂宗，而你们也是第一批加入我们战队的超神势力。天罡宗宗主也是将一些重要的信息告知了如今加入自己队伍的灵宝轩一众强者。他们听后，身上的战意也是不断的升腾起来。既然如此，那么就充满了信心。他们身为超神势力，被一道神势力之手的噬魂宗给击杀了自己的队长，根本无法忍下这一口气。走吧，我们去瞧一瞧各大超神势力的争夺战。天罡宗宗主一脸微笑，仿佛很期待这一场好戏。在天罡宗宗主的带领之下，足足有200道身影皆是紧跟其后。在无量神渊的某一处，这里竟是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炸响，无数身影竟是相互爆发出可怕的神力，一拳一掌不断的轰出。这处区域的空间都是开始扭曲，看起来仿佛要被毁灭了一般。如果不是无量神渊的大陆够坚硬，恐怕早已经被现在所席卷出来的力量毁灭殆尽。你们神势力还想与我们超神势力争夺，怕是自取灭亡吧？一位壮硕男子紧握手中的铁锤，面色平静的道。